朋友，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一场相谈甚欢的对话，因为对方一个不经意瞟向手机的眼神，热情瞬间冻结；一次满怀期待的分享，因为对方一句我早就知道了的打断，让你所有想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；一个明明能力超群的同事，却因为一些难以名状的细节，让你本能地想要与他保持距离。我们常常将这一切归咎于气场不合或性格差异，但或许我们都忽略了那些真正决定人与人之间吸引与排斥的关键，那些未曾演奏的音符。这个概念是我从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身上学到的。故事发生在1995年11月18日，纽约林肯中心的埃弗里费雪音乐厅。当晚，聚光灯下站着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，伊扎克·帕尔曼。他拄着双拐，艰难地挪到舞台中央的椅子上，坐下，然后将小提琴稳稳地架在肩上。音乐厅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屏息以待。然而，就在他奏响第一个音符后的几秒钟，一声清脆的断裂声划破了寂静。啪！他的一根琴弦断了，整个音乐厅都能听到观众席传来的惋惜声。那是一种集体心跳漏了一拍的声音。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期待已久的音乐会将以一个尴尬的意外草草收场。他要么换一把琴，要么重新为这把琴换上琴弦，无论哪种，都意味着一场不可避免的中断。但帕尔曼没有，他只是闭上了眼睛，在原地静默了几秒，然后他抬起头，对着指挥家微微颔首，示意音乐继续。接下来发生的，成为了音乐史上一个近乎神迹的时刻。帕尔曼用仅剩的3根琴弦，完成了一整首协奏曲。他必须在脑海中以毫秒级的速度重新编曲，将原本由4根弦分担的旋律，不可思议地在3根弦上重新组合。他用更低的音区奏出了本该高亢的乐句，用更复杂的指法弥补了缺失的音域。那晚的音乐听起来或许与原版不尽相同，但它蕴含的情感、力量和韧性，却是任何一场完美的演奏都无法比拟的。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全场观众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。人们起立欢呼，为他喝彩。帕尔曼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拿起麦克风，用平静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对着全场观众说了这样一段话：你们知道吗？有时候，一个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你用剩下的东西还能创造出多少音乐。 Sometimes it is the artist's task to find out how much music you can still make with what you have left. 这句话像一道光，瞬间击中了我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明白，人际关系的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我们总是执着于我们演奏了什么，我们说了多么漂亮的话，展示了多么出色的才华，分享了多么深刻的见解，但我们却常常忽略，真正决定一段关系质量的，恰恰是那些我们未曾演奏的音符，那些我们为了尊重对方而忍住的打断，为了让对方安心而保持的距离，为了让对方被看见而收敛的锋芒。这些未曾演奏的音符，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真正的在场感。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，却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。可悲的是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只顾自己演奏，却完全无视听众感受的噪音制造者。他们用一个个微小却致命的坏习惯，亲手毁掉了别人对他们的好感。第一种噪音，注意力的窃贼。我曾认识一位非常聪明的朋友，名校毕业，履历光鲜，但说实话，我有点怕跟他聊天，不是因为他无趣，恰恰相反，
他懂得很多，但无论你跟他说什么，他的眼神总是在你脸上和他的手机荧幕之间来回跳跃。你刚讲到一个关键点，他会突然嗯一声，然后低头回复一条讯息。你正分享一段有趣的经历，他会下意识地开始抖腿，或者把玩手边的任何东西，一支笔，一个杯子。那种感觉就像你在一块不断震动的地面上试图建造一座精美的沙堡，你所有的热情和努力都被他那份无法安放的焦躁一点点地瓦解。这种对话时频繁看手机或东张西望以及不停抖腿或摆弄东西的行为，在心理学上是对他人最不加掩饰的轻视。它像一个巨大的霓虹灯招牌，上面写着你说的这一切远不如我手机里的世界，甚至不如我此刻无聊的冲动来的重要。人的大脑对被忽视的信号极其敏感，当你释放出这种信号时，对方潜意识里的安全警报会立刻拉响，他会觉得自己不被尊重，自己的价值被打了折扣。接下来，他要么选择闭嘴，要么选择尽快结束这场令人不快的对话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注意力的窃取，还有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变体，打断别人说话。我年轻时也常犯这个毛病，总觉得自己脑子快，想法多，别人话说到一半，我就能猜到结尾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抛出自己的高见。我曾一度以为这是积极参与，直到一位前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，跟你聊天像在打一场羽毛球，我每次刚把球发过去，你就直接扣杀得分了，完全不给我对打的机会，很累。那一刻我才惊觉，每一次看似精彩的抢答都是一次粗鲁的闯入，他剥夺了对方完整表达的权利。更深层的潜台词是，我的想法比你的重要，我的声音应该被优先听到。没有人喜欢自己的舞台被抢走。当你一次又一次地打断别人时，你其实是在用行动告诉他，在这段关系里，你只是配角。久而久之，谁还愿意跟你分享内心真正的想法呢？第二种噪音，边界的入侵者。除了精神上的注意力窃贼，还有一种物理上的边界入侵者，他们的杀伤力同样巨大，甚至更为致命，因为它直接触发了我们生理性的厌恶感。去年，我经人介绍认识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，对方非常有才华，项目也很有前景，但在我们第一次线下见面时，我却感到一种强烈的生理不适。他是一个说话时喜欢凑得特别近的人，我们隔着一张咖啡桌，他会习惯性地把上半身探过来，恨不得脸贴脸跟你说话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上的安全距离，大概是1臂左右。当这个距离被陌生人侵入时，我们的杏仁核，大脑的原始恐惧中心会立刻被启动，进入一种防御和戒备的状态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有明显的口气问题，说话时偶尔还会喷出口水。那半个小时的会面，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酷刑。我不得不一边假装专心听他讲话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慢慢往后挪动我的椅子。他所有的才华和项目的优点，都被这种生理上的不适感完全覆盖了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几乎是逃离了那家咖啡馆，并委婉地拒绝了后续的合作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却是人性最真实的反应。星号过度靠近他人身体星号和星号不注重个人卫生星号，这两种行为是在用最原始、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不在乎你的感受。同样属于边界入侵的，还有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，无论是在餐厅、地铁，还是安静的办公室，总有那么一些人仿佛把全世界都当成了自家的客厅。他们打电话的音量足以让方圆10米的人都听清他晚饭要吃什么，他们与朋友交谈的笑声
足以盖过任何背景音乐。这种行为的背后，是一种极度的自我中心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公共空间的安宁是一种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的集体财产。他们每一次的放纵，都是对他人安宁权益的一次侵犯。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没教养，但它造成的负面印象是深远的，因为它暴露了一个人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，即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。一个连陌生人的感受都毫不在乎的人，你又怎能指望他会在合作或亲密关系中真正的在乎你呢？第三种噪音，傲慢的评判者。如果说前两种噪音是硬伤害，那么第三种噪音则是一种更隐蔽、更具腐蚀性的软伤害。它不会立刻让你感到不适，但会像慢性的毒药一样，逐渐侵蚀一段关系的信任和亲密。这种噪音的制造者，我们称之为傲慢的评判者。他们常常以为你好或追求真理的面目出现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总想纠正别人细节的杠精。你说，我昨天看了一部电影，太感人了。他会说，是前天吧。我查了你的朋友圈，你说这家餐厅的牛排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他会说，不对，从烹饪技术上讲，某某那家才是顶级的。这种对话是不是很熟悉？他们执着于事实的准确性，却忽略了情感的流动性。社交的核心从来都不是一场事实核查竞赛，而是情感的连接与分享。当你兴致勃勃地分享一块美味的蛋糕时，你分享的是那份美味的感觉，而不是蛋糕的化学成分表。总想纠正别人的人，内心深处藏着一种隐秘的优越感。每一次纠错，都是在巩固我比你更懂，我比你更严谨的自我认知。但他们没意识到，这种自我满足是以牺牲对方的分享欲为代价的。久而久之，没人再愿意在他们面前暴露任何可能被纠正的细节和感受。比杠精更高级一点的，是热衷于给出不请自来的建议的人。你抱怨一句工作累，他立刻化身人生导师，给你规划职业路径。你吐槽一下伴侣，他马上变身情感专家，教你如何经营亲密关系。他们误把提供解决方案当成了表达关心，但很多时候，人们的倾诉仅仅是为了寻求情感上的共鸣，而不是真的需要一个答案。当你急于给出建议时，你其实是在变相地告诉对方，你的感受不重要，解决问题才重要，而我恰好有解决方案。这是一种隐形的傲慢。真正有智慧的倾听者会先用那一定很难受吧？我理解你的感受，来与对方建立情感共鸣，然后再问一句，需要我给你一些建议吗？把选择权交还给对方，这才是最高级的尊重。而傲慢的评判者中，段位最高的，莫过于那些擅长星号星号被动攻击时夸奖星号星号的高手。他们会说，你这件衣服真好看，完全看不出是淘宝货。或者，哇，你这次项目做得不错啊，真让我刮目相看。这种话像一颗裹着糖衣的子弹，初听是甜的，回味过来却全是伤害。他通过一个看似赞美的表达，巧妙地植入了一个负面的预设，你平时都穿廉价，或你平时能力不行。这种行为俗称 nagging， 是一种极其扭曲的心理操控术。它通过打压你的自信来建立自己的心理优势。遇到这样的人，请一定要远离，因为在他们眼中，你不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平等个体，而是一个可以被他们随意定义和评价的客体。第四种噪音，虚荣的表演者。最后一种噪音可能最为普遍，也最让人感到疲惫。它的制造者是那些活在自己剧本里的虚荣的表演者。他们的典型特征
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炫耀。朋友圈里，永远是新买的包、新提的车和某位大咖的合影。饭局上，3句话离不开自己的人脉、资源和过去的辉煌成就。他们像一只开屏的孔雀，急于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最华丽的羽毛。然而，心理学家阿德勒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所有自夸皆源于自卑。真正内心富足、实力强大的人，从不需要通过外部的符号来证明自己，他们的气场自然会说明一切。就像巴菲特，常年住在老房子里，开着一辆普通的旧车，但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财富和智慧。那些不停炫耀的人，恰恰暴露了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。他们需要通过外界的认可和羡慕，来填补自我价值的空洞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会不自觉地感到一种压力，仿佛自己也成了一面映照他们成功的镜子，一个配合他们演出的观众。这种单向的能量索取，会让人感到极度疲惫。除了赤裸裸的炫耀，虚荣的表演还有另一种更微妙的形式。星号星号习惯性的含糊其辞，星号星号，你约他下周吃饭，他说看到时候情况吧。你问他对一个方案的看法，他说我再想想。你邀请他参加一个活动，他说我尽量。他们很少给出一个明确的是或否。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，看似是圆滑，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。他们不想承担任何责任，又想保留所有可能性。他们害怕因为拒绝而得罪你，又不想因为承诺而束缚自己。这种行为极度消耗他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，它让跟你打交道的所有事情都变得不确定。一个总是让你猜的人，本质上是没有把你纳入他平等考量的范围之内。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而你的时间和期待不在他的考虑之列。写到这里，让我们再回到帕尔曼的故事。当他用3根弦奏完那首不可思议的协奏曲时，他赢得的仅仅是观众对他高超技艺的赞叹吗？不，人们为之疯狂的是他面对意外时的那份从容，那份专注，那份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。是他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下，依然选择尊重舞台，尊重音乐，尊重听众的在场感。那一刻，他没有抱怨，没有慌乱，没有为自己找任何借口，他只是全然的在场，全然的投入到用剩下的东西还能创造多少音乐这个唯一的任务中。这就是未曾演奏的音符的最高境界。它不是教我们变得虚伪，去刻意讨好谁，恰恰相反，它要求我们拥有一个更强大、更稳定的内核。当你与人交谈时，放下手机，眼神专注，这不是技巧，而是你内心笃定的表现。此刻，你比全世界都重要。当别人分享时，闭上嘴，耐心倾听。这不是压抑，而是你内心丰盛的体现。我不急于证明自己，我对你的世界更感兴趣。当观点不同时，收起你的白眼和反驳欲。这不是懦弱，而是你内心宽广的证明。我允许你的存在，与我的不同。当身处公共场合，控制你的音量和身体边界。这不是拘束，而是你内心文明的标尺。我的自由，以不打扰他人为前提。社交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一场零和博弈，非要分出谁高谁低，谁对谁错。它更像一场双人舞，你退我进，我引你转，最终的目的是共创一段和谐优美的旋律。真正的高手从不致力于让自己成为舞台上唯一的聚光灯，相反，他们会用自己的在场为对方打一束温柔的光，让对方感到自己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尊重。他们深知，让别人舒服才是最高级的自律。
也是一个人能给予他人的最稀缺的礼物。从今天起，试着去觉察你那些未曾演奏的音符吧，别让那些不经意的噪音毁掉你用心演奏的整首乐曲。因为最终决定我们人生质感的，往往不是我们拥有多少，而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就像帕尔曼用3根琴弦所做的那样，即使在不完美的境遇里，一个拥有真正在场感的人，依然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丰盛而动人的乐章。